草帽一伙平时各自工作的繁重程度，在大海上日常航行，一个海贼团需要分工协作，而草帽团根据他们的专长，有着非常清晰的职业定位。其实大家平时都有事情要做，只不过职业不同，给人带来的忙碌感受也就有轻重之分了。当然，如果非要找一个船上平时最闲的，那无疑就是船长最闲了。路飞平时确实不需要干啥活，从路飞奇特的作息上就看得出，路飞平时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要做。不过作为一个海贼团的领头羊，路飞平时需要做一些重大决策，包括确定草帽团的下一个目的地，剩下的自然就交给伙伴们去细化了。路飞则是在战斗中挑最硬的骨头啃，此刻才会体现船长的决定性作用。这样来看的话，路飞平时的工作虽然不能很具象化，但却是一个海贼团前途和意志的体现。布鲁克比较悠闲，如果看布鲁克的睡眠时间，他只睡5个小时，但是更有可能是老年人睡得比较少。布鲁克平时的工作也不繁重，经常可以看到布鲁克端着他的茶杯在甲板上悠哉悠哉的喝茶。不过作为音乐家，布鲁克当然还是有很具体的工作的，为大家创作经典的旋律，气氛到位的时候演奏一曲，在大家忙碌完一天的工作后，给大家带来欢乐和放松。罗宾游刃有余，罗宾的睡眠作息还是非常健康的，晚上11点睡，早晨6点起。作为考古学家，罗宾平时的工作就看书、养花、陪娜美逛街购物，所以罗宾常常显得安静优雅。不过罗宾每天看书研究的时间还是挺长的，经常出现在图书馆、餐厅或者甲板上看书，可能会有些累吧。不过其实工作繁忙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罗宾的身上，毕竟花花果实工作效率无敌。在佐屋的时候缝床单，一个人干200个人的工作量也是轻轻松松拿捏。乌索普有点忙，乌索普的作息就有点熬了，夜里1点睡，早晨8点起。作为在战斗中才能大显神威的狙击手，其实乌索普平时也没有很固定的工作。乌索普要做的事情繁但不重，杂活比较多。比如弗兰奇上船之前，乌索普会兼任船将，修修补补，往后还和弗兰奇一起测试新的发明。桑尼号上有他培育的植物丹药需要打理。作为狙击手，乌索普有时候也会担任瞭望手的工作，也会偶尔分担一下下水捞人的工作。还有就是经常钓鱼给山治当食材。不管在梅利号上还是桑尼号上，都有一个乌索普工厂，是乌索普专门搞他那稀奇古怪的发明用的。平时乌索普很多时候就待在这里，所以乌索普干的活确实挺杂的，但每一样都不算重。乔巴通常挺忙的，乔巴是草帽团里一口气睡得最多的，从晚上9点一直睡到早晨7点，虽然睡得很多，不过乔巴属于特别刻苦努力的，经常看到他在勤奋的工作，研制一些新的药物、新的配方。草帽一伙有几个人还是比较奇葩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生病，这倒也减轻了乔巴的一些工作量。不过奈何草帽一伙打架受伤的时候比较多，这个时候乔巴的作用就很重要了。为什么每次草帽团战斗完很快就活蹦乱跳了？一个好厨师，一个好医生不可或缺，而且乔巴有时候也会给友军治疗，此时乔巴的工作量就会激增。慎平比较专注，作为最好的舵手，草帽团以后开船的事儿就全拜托慎平了。这份工作其实还需要很大的精力和专注度的，好在娜美和弗兰奇的协助下，慎平也不会太疲惫。当然慎平还有另一份工作，那就是草帽团捞尸大队队长。以前都是索隆带头捞，现在这已经到了慎平的专业领域了。一个海流过肩摔，你们只管钓，捞不上来算我输。弗兰奇会很忙，弗兰奇夜里1点睡9点起。虽然现在慎平担任了舵手，不过弗兰奇作为船将，平时检查维护船只，修修补补，填装能源，甚至卸到桑尼号上的秋千也需要检查。这么一艘大船，工作量也不会少。桑尼号之所以能一直驰骋，弗兰奇的工作非常重要。弗兰奇也会搞一些发明，这些工作也相当耗时耗力。索隆会很累，索隆的作息完全就是修仙，凌晨4点睡到早晨7点，身体那真好。索隆经常要在健身房里锻炼到深夜，并坚持守夜站岗，所以索隆白天会在甲板上打瞌睡，并附带疗伤效果。在这种状态下，索隆还需要承担一些出力气的活，何况2年前索隆身上的伤还就没好过。这一路上，索隆也没少干过很多杂活，修船、捞人、洗盘子，当娜美的苦力，照顾乔巴，船上一些大小事务。而且作为实事上的2把手，还得费心尽力地督促船长。工作不仅烦，而且重，还是让索隆睡会儿吧。娜美是一刻都不能松懈，别看娜美的作息也很充足，但这艘船没有娜美一会儿都不行。出渔人岛的时候，只因娜美去洗澡了10分钟，其他人就捅了娄子。平时娜美当然还要负责观测海流天气，掌握航向，绘制海图，精打细算草帽团的各项花销，维持船上秩序，时刻确保这帮人不会把船开进沟里，精神高度紧张。想想就知道娜美每天还是非常忙碌的。而山治才是每天忙得满满当当的。山治早晨5点就起床，半夜12点睡觉，从早餐到夜宵，精心照顾伙伴们的饮食。草帽一伙的食量惊人，尤其是路飞一天要干5顿饭，加上大家的一日3餐，山治做完这顿就得准备下一顿，时不时的给娜美上点饮料点心，再给其他人整点小零食啥的。碰到宴会还得大显身手，饭后收拾桌子、刷碗、洗盘子，上路的时候去购买一堆食材回来。平时山治还是娜美橘子园和厨房冰箱的保安，即便睡觉也会担心路飞会不会偷吃，夜长梦多，赶紧起床。作为主力，战场上还得跟人玩命，这是一会儿也不能歇着。作为伙伴，草帽一伙之间都是心甘情愿的付出，他们自然也很喜欢自己的职业。不过要说谁的工作看起来最繁重，山治背地里的辛苦就像他默默的温柔。草帽海贼团4次装备升级历程，开局一个桶，装备全靠捡，大概就是草帽团主打的一个核心升级了。话虽如此，不过草帽团每次爆装备都有非常合适的契机，都是他们应得的，而且有非常集中的爆发期。
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爆发期，东海到阿拉巴斯坦期间，首先草帽团拥有了能驰骋远洋的海贼船梅利号，可雅为感谢草帽团而赠送的礼物，起码让草帽团有了一个比较坚固舒适的家了。虽说船也是装备，但梅利号更是陪伴草帽团走过了很多地方的伙伴。索隆这边在罗格镇有了3代鬼彻和血走2把名刀，虽然一把是妖刀快刀，一把是凉快刀50弓，品阶不是很高，不过3代鬼彻和索隆双向奔赴，至今还在用，含金量早已不再是当初被扔在5万贝利剑筒里的级别了。在到达阿拉巴斯坦之前，娜美有了乌索普给的天后棒，这已经算是换装备了，因为娜美最开始用的是一根普通棍子，只不过天后棒的初始功能压根不是战斗装备，也不知道是乌索普太有才，还是娜美太机智，天后棒首战告捷，还是击败了老沙一个比较强的干部双手指。在这里，路飞也更新了他的装备，没错，就是那双后来和尼卡果实日月同辉的无上大托孩。之前的一双被老沙给沙化了，现在的这一双一路上血战 CP9，怒帅气五海，直面3大将迎击百兽王，未来海贼王的拖鞋早已是有市无价。然后是第2个爆发期，水之都到恐怖3人帆船，这个阶段有太多的得与失，草帽团在艰难中成长，承接了空岛的收获。乌索普用空岛贝帮娜美更新了天后棒 2.0， 被娜美称之为乌索普的遗作。天后棒 2.0 的技能更加丰富，娜美也是用的更加得心应手了，击败了 CP9 卡利法。在司法岛法院楼顶，狙击王和他的大型弹弓都闪亮登场，火鸟星烧穿政府旗帜的那一波简直帅到炸裂。直到恐怖3人帆船，这套用空岛贝强化的弹弓兜才有了细致的功能介绍，可以利用不同的贝打出不同的攻击效果，甚至改变弹道轨迹。在这里，索隆的装备也有一波大升级。司法岛一战，索隆损失了血走，但和龙马切磋后获赠黑刀秋水，位列大快刀21弓，而且已经被淬炼为黑刀，属性已经被点满，算得上一件极品装备了。而这个阶段最大件的换代就是海贼船了，梅利号完成了他的使命，取而代之的是桑尼号，继续承载草帽团前行。桑尼号空间布局更加细致，武器更强大，船体更坚固，舒适度上堪称是一座智能豪华的海上大别墅。水之都司法岛不仅是装备升级的高峰，草帽一伙的战斗技能也是全面升级，路飞的2-3档，索隆的9刀流，山治的恶魔风脚等等，伙伴之间互相救赎、信任与成长。所以司法岛篇也不愧是最封神的一个篇章了。之后草帽团迎来了第3波装备升级的爆发期，那就是2年修炼期间，熊将草帽一伙拍到了他们各自最适合的岛屿，为了完成约定，各自变强。2年后，草帽团带着他们的强化装备逐个亮相。娜美利用小空岛的气象科学更新到天后棒 3.0 魔法天后棒，没有了储存空岛贝的槽，天后棒变得更加简约，但功能上都得到了全面加强，技能变得更加丰富，攻击范围也更大。乌索普带来了通体为黑色的弹弓黑兜，乌索普的战斗方式也有了巨大变化，可调节的变大变小的弓架，奇特诡异的植物，从弹药到弹弓，可以说真的是一套有生命的武器。乔巴的兰波球2年期间也进行了升级，多了一个变化节点柔力强化，并且吃1个兰波球就可以进入暴走状态，而且不再是无意识，可以自由操控3分钟。除了暴走状态，其他形态都不需要吃兰波球，并且时间无限，是很大的一次升级。布鲁克的全新的拐杖剑丧魂剑由长手族冶炼，虽然外观没有太大变化，但更锐利更强大。配合黄泉果实，布鲁克还可以引入附上黄泉寒气当冰冻果实用，尤其是和之国一招冰冻滑行，轻视看见直呼卧槽。弗兰奇则是迎来了装备大升级，不光是把自己给大刀客斧的改造了，身上的武器变多了，同时弗兰奇拥有了黑犀牛摩托和弯龙坦克这么炫酷的装备，合体在一起就威武霸气的弗兰奇将军。这些装备升级的成果2年后一件一件展示出来，可是让草帽团欢乐3人组惊喜不断了很久。草帽团的第4波装备升级高峰主要是在蛋糕岛到和之国这个阶段，往前一点，在佐屋的时候，娜美拿到了由乌索普和弗兰奇合力改造的天后棒 4.0 魔法天后棒加强版，这时候天后棒本身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技能上升级力度并不大。不过像是海市蜃楼、雷云杖这些技能都得到了快捷施法和伤害增强的加强，主要是增加了伸缩功能，外观上也更适合娜美。在蛋糕岛，娜美还喜提了另一件极品装备，那就是雷云宙斯，装备强化程度非常可观，一直纠缠到和之国，最后融合了宙斯的魔法天后棒人工智能版横空出世，威力更强，自动追踪，算得上一件神装了。在和之国之前，乔巴在凯撒的帮助下再一次升级了兰波球，服用后可以将暴走状态从3分钟延长到30分钟，不过相应的副作用也增大了。山治平时用的装备就是菜刀和无上大黑鞋，不过蛋糕岛山治又获得了吉尔玛隐形黑战斗服，实力提升怎么样先不说，起码迷弟收了不少。这件装备已经被山治踩爆了，但被战斗服激发血统因子后，山治不光是融合了这件装备，而且比穿上战斗服更加强大，也算是装备的一次升级了。索隆在和之国被偷走了秋水，但换来了新装备研磨，至于说值不值，感觉还是值得的，毕竟2把刀品阶一样是大快刀21弓，但秋水的属性基本都点满了，研磨尚未淬炼成黑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研磨和3代鬼彻都是傲娇的妖刀，只会认可能征服他们的主人，还是非常适合索隆自己去开发的。路飞在这里甚至都升级了2代鬼彻，只不过是体验卡，很快就被收回了。一路下来，草帽团经历了几次装备升级后，现在他们的装备已经非常奢华了，主要是他们还没怎么花钱，即便是最昂贵的桑尼号，算是2亿贝利吧，
那也远远低于实际成本价，不愧是凭本事一路捡装备的最佳典范。草帽海贼团最帅的几次集体登场，作为走在时尚最前沿的海贼团，草帽一伙每次集体登场都非常的赏心悦目。打架之前，出场气势这方面必须得到位。东海篇草帽团初具规模，有了一个海贼团该有的气势。在娜美无助的时候，路飞把草帽托付给娜美后，沉稳地走向伙伴们。路飞处于远处的 C 位上，索隆侧身而坐，乌索普抱胸坐在地上，而画面最前面的是山治挺拔的身姿，满屏的大长腿。伙伴们听船长号令，这个场面非常霸气。4个人并排走向阿龙乐园的时候，这个气场真的太强大了。东海篇帅到爆炸的出场。在水之都，乌索普被打后，伙伴们当然要为乌索普出头。只见路飞压低帽檐，脸黑了；索隆戴上了头巾，山治点上了烟，乔巴也是气得冒烟。4个人并排走向弗兰奇屋。俗话说，当草帽团有这种反应的时候，那敌人就自求多福吧。镜头给到他们的腿部特写的时候，那种稳健凶狠却又松弛的气势非常霸气。结果也是4个人直接狂揍弗兰奇的小弟们，将弗兰奇屋给夷为废墟，帮乌索普狠狠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是在司法岛，路飞率先打败布鲁诺之后，起初是一个人立于楼顶跟 CP9 对峙，随后伙伴们纷纷到达战场。草帽一伙先是走出了一个雁行阵的气势，然后变成一字排开并行的姿态。草帽团一旦走出这种阵型，就说明他们真的生气了，真的要认真了。伙伴们分站路飞和狙击王两侧，镜头从每个人的脸上划过，所有人都带着一定要救出罗宾的信念，尤其是山治点烟，帅的一批。草帽一伙跟 CP9 隔着悬崖瀑布对峙的画面，也成了海贼王里最经典的场景之一。在愚人岛，霍迪琼斯在广场处决王族，路飞依甚平的计划行事，在最后时刻登场，先是给船上的伙伴们一个由近及远的霸气背影。广场上的路飞压低帽檐，阔步走向伙伴，伙伴们集结走向船长的气势，真的是力压全场。这也是草帽一伙经历了2年修炼后，第一次在战斗中集体登场。每个人的体态和气质都有很大变化，可谓是意气风发，满血归来。而且里面还有甚平，可以说是很早的一张食人全家福了。随后路飞一个霸王色秒杀广场5万杂鱼，不愧对这么帅的登场方式。在和之国3大船长齐聚暴风雨的海上支援赤鞘武士，这么关键的时刻，登场气势一定要帅。先是每个伙伴都来一张特写，穿着披风的剪影路飞也是非常帅的。新皮肤配新的登场方式，当时这9个人的集结场面也是帅到爆炸。甚平归来之后，草帽团正式上升到10人团，集体登场的画面也更加壮观了一些。在鬼岛，路飞率先挑起了暴动，遭到了百兽团围攻，而伙伴们则是二话不说，纷纷拥护到船长的身边，伙伴们都抢着为船长开路，场面让人炸裂激动。在周围和之国武士的簇拥下，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摆出了一个准备开战的帅气姿态，尤其是山治扯领带也太帅了。而且这中间也闪回了之前几次炫酷登场，此时大厅里的焦点早已是帅上天的草帽团了。集体登场除了讲究气势，穿搭也显得很重要。在蛋糕岛和贝基一伙谈判的时候，草帽团沐浴更衣后，除了甚平还是原来的款式，当然也是换了一套新的，其他人都是风格统一的西装礼服。这次的出场和其他的时候还不太一样，大红大紫的霸气侧漏，一伙人往那一坐，气势上也是帅的雅痞。说到西装，主线里的穿搭都比较正经严肃，而剧场版里才是想怎么帅就怎么帅的地方。黄金城里，草帽一伙一套白色礼服并行走在金碧辉煌的黄金城里，这气质、这穿搭和这环境简直是无敌匹配。而且虽然是西装，但也并不严肃，足够潮流休闲，一个个帅的美的都让人挪不开眼睛，不愧是最时髦海贼团。黄金城的穿搭真的还挺棒的。在最后集合打团的时候，原本乔装的草帽一伙把身上原来的衣服一扯，露出炫酷的夜行衣团服，帅气的镜头再从脸上过一遍，同样的方式，不同的气势，能再给你帅一遍。Z 里面最后草帽团换上了一套红色战袍的登场，也是相当帅。这整装待发的气势，这喜庆的穿搭，乍一看还以为是过年了，倒还挺应景。当路飞从船头跳下来的时候，伙伴们紧随其后，听船长号令，一起对敌人发动攻击。这登场加上这穿搭，就颇有当上海贼王的气势了。要说草帽团最帅的一次登场，强者世界里的西装暴徒草帽团，至今还是难以超越的。毕竟金狮子可是抓了娜美。当草帽一伙走在回廊的时候，就感觉这又拽又帅的黑帮气势也是没谁了。随后路飞的双翼，索隆直接砍门，山治一脚踹门，丝毫不给金狮子面子。最不给面子的还是路飞，伙伴们分站两侧，压低帽檐的路飞缓缓走出，帅气的披风随风摇动，大佬气质力压全场，上来就给了金狮子一拳。和阿龙那一次如出一辙，但是比那一次要更帅。当然草帽团还有其他一些部分船员的登场也都很帅，反正不管这场架怎么打，草帽团先行的登场气势可是还没输过谁。海贼王里那些讲诚信的敌人，在海贼世界里讲诚信，就跟海贼也会做好事一样离谱。本应该是谁强谁有主宰权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不过诚信至上的操作确实也不多，这几个算是清流了。代表模范当然就是诚信商人明哥，在德岛以烧烧果实为奖品放了张大网，结果还真不是忽悠人，竞技场里的烧烧果实奖品居然是个真的。就这操作，不说青史留名吧，反正也是诚实的让人敬佩了。萨博吃了一口，立刻获得了能力，如假包换，童叟无欺。就算明哥当初是信任迪亚曼蒂可以搞定一切，可换个假的以防万一，明哥也不可能想不到。但明哥是个商人，所以作为地下世界的龙头集团，明哥真的是践行了什么是合格商人的第一品质。
那就是诚信。毕竟就算明哥赢了计谋，输了招牌，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说到商人，还有就是十字工会。剔骨被刺杀之后，十字工会立刻就给杀手一家发了钱，这效率很高了。不得不说，十字工会出手还真阔绰。剔骨是个中将，那也会是一笔不少的数目。发悬赏这事儿，明哥也干过，只不过还没机会发钱，明哥就倒台了。而且海贼分给别人钱，比他去做好事还离谱。看来十字工会，准确的说是老沙，家底儿是真厚实，主要是说发就发，绝不开空头支票。然后就是 CP9，除了斯潘达姆、陆奇一伙还是有点诚信的。第一次是在水之都冰山府邸，当时路飞他们来阻拦 CP9 带走罗宾，那会儿陆奇靠着6世的版本优势，对路飞有绝对的压制力。不过此前罗宾和 CP9 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就是罗宾跟他们走，但要放过草帽一伙。按说以 CP9 当时的能力，人来都来了，直接把草帽一伙一网打尽，又费不了多少力气。除了乌索普是个意外， CP9 并没有抓草帽一伙的意思，甚至还把路飞和索隆打出去了，就没再管了。包括后来在海上列车上，在罗宾和布鲁诺的交谈中发现，这个协议一直在维持着。看来 CP9 也没有说是一点原则也没有。不过比较搞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原则，低估了草帽团抢回伙伴的决心，导致满盘皆输。第二次是 CP9 战败后逃到了一个小镇上，即便是陆奇危在旦夕， CP9 众人也没有以强凌弱获得好处，而是用开办马戏团、街头卖艺、清洁小镇等方式努力赚取医药费。陆奇伤愈后对医生表达了感谢，并且顺带帮小镇干掉了一伙来犯的海贼。虽然陆奇代表的是世界政府，不过世界政府做过的蛮霸行为也不在少数，其实还是很难得的。卡塔库利、路飞和卡尔的战斗可以说是目前最特殊的一场战斗，因为两人的战斗超脱了输赢，在胜负之上，1对1就1对1，一颗腰子就对一颗腰子，两人甚至还默契的清了场。卡尔表示，草帽小子，虽然这里是我的主场，但出去之后可别说我卡塔库利占了你便宜，因为真男人的对决也是一场诚信之战。相似的还有弗兰奇和塞缪尔，这俩人才是真回合制的打法，一人一招看谁先倒。塞缪尔在用出从天而降的抱摔之后，弗兰奇其实也受伤不轻了，但塞缪尔并没有选择胜之不武的方式。等弗兰奇爬起来之后，塞缪尔不再还手，直接正面迎接即将到来的暴击。虽然输掉了战斗，但受到了弗兰奇的认可和尊敬。斯摩格、烟鬼也有2次非常有原则的操作。第一次是在阿拉巴斯坦，为了还路飞救命之恩的人情，决定不干涉路飞去打老沙的行动。直到最后缇娜去围堵草帽团，知道路飞逃跑后，斯摩格居然还有一丝丝的高兴。2年前的版本的斯摩格，如果最后时刻想要逮捕精疲力竭的草帽团，还是手拿把掐的。不过斯摩格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拒绝吴老星的嘉奖。第2次在冰火岛，斯摩格和海贼们再次联手，为了抢夺罗的心脏，不惜大量使用烟雾果实，达成迷惑维尔哥的目的，结果被维尔哥给揍惨了。这个版本的斯摩格虽然不足以在战后抓捕路飞和罗，不过斯摩格能做的就差点被明哥给弄死，也没有出卖草帽一伙的行踪。烟鬼真的是要体术有诚信，要霸气有诚信，要实力有诚信。乌索普最牛逼的5大能力，在草帽团里要论正儿八经的打架，乌索普可能比不上那几个嗷嗷能打的，但乌索普就像是个极度偏科一样的存在。有些方面草帽团主力也只能是望神兴叹。第一个，伟大航路社交达人。要说草帽团里这一路上人缘最广的无疑是路飞，但乌索普也不差，而且在质量上乌索普某些方面也许还更优。最牛逼的就是乌索普和巨人族的渊源，早在小花园的时候，乌索普就拜了红鬼布洛基为自己的师傅了。好家伙，乌索普这一开始死活说自己有不能登岛的病，结果最大的赢家最后是乌索普。然后到了司法岛，乌索普又忽悠守门的那2个巨人族凯西和奥伊莫，说我和你俩的老大哥有很深的交情。这一点乌索普还真没夸张，因为小花园一战，索隆他们和巨人族都被三哥给禁锢了，的确是乌索普带头翻的牌。所以知道被世界政府欺骗后，这俩巨人直接被策反，跟着乌索普大哥去干世界政府去了。到了德岛，不得不说，以海尔丁为首的巨兵海贼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乌索普才加入了草帽大船团。乌索普凭一己之力砸了巴基公司的饭碗。乌索普从一开始是巨人族的徒弟，到巨人族的大哥，再到巨人族的神明。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原来乌索普的8000部下，最后会是8000个巨人族加小人族吗？那就可太牛逼了。第2点，萝莉杀手。乌索普不打正儿八经的架，主要是乌索普专治各种萝莉，专治各种 bug。因为对付这种敌人，说实话，路飞、索隆3次甚平还真不好使，真的只能上乌索普。从小花园识破萝莉黄金周的色彩陷阱，到恐怖3帆船恶心坏了团灭草帽团的佩罗娜，再到德岛双杀bug砂糖，再到鬼岛上擒住凯多的萝莉监视器保皇。可以说，乌索普这张脸是所有萝莉的梦魇。第3个，预言能力。关于这个，一开始一定会觉得乌索普是在吹牛逼，但是慢慢往后会发现，乌索普这分明就是摇式。早期的巨大金鱼粑粑、8000部下、小人族、1至2至3至、美女剑豪带着肉来了等等的预言都已经见证过了，还有艾尔巴夫的预言也可以说是预言了一路，也即将实现。其实还有比较新的预言也已经实现了，比如在佐乌的时候，乌索普描述了一段路飞偷印历史正文然后去拉夫德鲁的 Q 版幻想，当时路飞是极力反对的，结果后面到了蛋糕岛，布鲁克还真的用到了这个办法，撬到了历史正文。要说谁的预见未来最长，
弗兰奇提前为慎平准备好了室内鱼缸，已经算很长了。但是乌索普表示，别人遇见的多远，也只是在整个海贼王里，而整个海贼王却在我的遇见里，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第4个，超级抗揍。其实乌索普一直有个特异功能，经常为人们津津乐道，那就是乌索普从来没生过病。从这一点上，就为乌索普凡人却异于常人的体质埋下了伏笔。因为路飞是橡胶人，山治是改造人，索隆是健身人，慎平是鱼人，他们随随便便放2斤血，断几根骨头没有大碍。可乌索普却以看似凡人之躯和他们匹敌了。一个肉装 ADC 有时候会充当第一个挨揍的前排用。弗兰奇作为铁人，面对罗宾的绞杀也只能是跪地哀嚎。但在阿拉巴斯坦，重伤之下的乌索普却用最柔弱的部位扭转了乾坤。以前觉得乌索普很弱小，其实乌索普也是海贼王里的真男人。第5个，感知力。乌索普的预言屡屡成真，感觉和他正儿八经的见闻色也很相称，所以才觉得一切更理所当然了。还有一点，梅利号的传灵虽然最后草帽一伙都能感受到了，但是第一个发现的是乌索普，对这个最敏感的也是乌索普，所以在得岛的时候，乌索普觉醒的那种见闻色才足以让人震撼又觉得理所当然。而且直到现在，好像也很少有人施展过这种视觉的见闻色。在 Red 剧场版里，乌索普和耶稣布终于算是半相见了，只用了见闻色沟通，但看来耶稣布的见闻色好像更屌一点。不过在海贼王里，完成见面的约定非常重要，这也说明不知不觉中，乌索普距离自己的梦想又是更加近了一步。路飞的那些个性称呼，众所周知，路飞经常给别人起外号，不过其实别人给路飞起的各种各样的称呼也相当多。除了路飞的名字，很多人叫路飞都有自己专属的叫法。首先，姆吉瓦拉、草帽小子或者草帽路飞，这是路飞的官方绰号，也是相当普遍的称呼。一般敌人会这么称呼路飞，当然未必是敌人，短暂相处或者是多少有所耳闻的人也这么叫。有时候像罗这种盟友情绪激动的时候，也会直接喊姆吉瓦拉，差不多是个万能称呼。不过说到罗，姆吉瓦拉呀、草帽当家才是罗通常对路飞的称呼。罗称呼别人的特色基本上就是名字或者特征后面加个当家，比如黑族当家、长鼻当家，感觉很可爱。另外在和之国，罗还用过俩傻子来称呼路飞和基德，姆吉瓦拉 boy 草帽男孩，小一万对路飞的称呼。小一万也习惯在别人后面加个 boy 的后缀，但并不是所有人，比如慎平，小一万就会正常叫。还有一个人小一万会称呼其 boy， 那就是老沙，克洛克 boy， 鳄鱼 boy， 看来他俩的交情属实不浅啊。木吉酱小草帽，小冯对路飞的称呼非常亲切的称呼，同样也非常可爱。阿娜塔，亲爱的，女帝对路飞的爱称，因为这个词放在不同的语境和场景里面有不同的微妙含义，不过在女帝这里翻译成老公属实都不为过。路飞多诺，路飞阁下，警卫们对路飞的称呼其实说成大人老爷也不为过，是相当尊敬的一种称呼。路飞萨玛，路飞大人，白星对路飞的称呼，不过白星基本上对谁都称呼萨玛，可以说是非常有礼貌了。说到有礼貌，布鲁克的路飞桑也是一样有礼貌的。说来也奇怪，如果是索隆乌索普管路飞叫路飞桑，想想就好违和，但布鲁克就很自然，而且他称呼别人的时候名字后面都要加个桑，礼貌的一看就是个老绅士了。路飞兰度，小人族对草帽一伙称呼的格式，小人族是非常崇拜诺兰度的，视其为英雄。当初乌索普忽悠小人族自己是诺兰度的后人，所以名字后面加个兰度，乌索兰度，看似是小人族的习惯，但也只有让他们视为英雄的草帽一伙能让他们这么称呼。路飞森派，路飞前辈，小迷弟巴特洛米奥对草帽一伙的称呼格式，当然感觉最好玩的还不是前辈这个称呼，而是每次见到路飞，巴托用各种激情上头的语气喊出路飞森派才是最好玩的。阿后，白痴或者沙雕，通常就有时候伙伴对路飞这么称呼，发生于每当路飞办傻事的时候。Monkey 酱，小蒙奇，下棋对路飞的称呼和小冯的格式差不多，但一个是草帽，一个是蒙奇，然后都带一个什么什么酱的亲切称呼。阿尼给，哥哥，小玉对路飞的称呼，上一个让小玉这么称呼的那就是艾斯了，因为这种特别的缘分，路飞替艾斯担当起了这个称呼。路飞太郎，由起名果实索隆现场创作给路飞起的名字，不得不说这个称呼很符合路飞。太郎意为家中老大，也契合路飞要成为海贼太郎的意志，起名果实无敌。Lucy 露西，这个是在德岛路飞用的名字，后来德岛人就都跟着这么叫了。至于说为什么是个女名，应该是当时路飞的路都写出来了，然后被弗兰奇及时打断的原因。然后是龙的儿子或者卡普的孙子，这种对路飞的称呼一般是带有敌意的。赤犬在顶上战争就没少喊路飞是龙的儿子，而青椒还有泽法老一辈的人更多的是称呼卡普的孙子。臭小鬼，卡普和白胡子这么称呼过路飞，毕竟在旧时代眼里，很多人都是小鬼级别。蠢猴子，基德对路飞的称呼，路飞管基德叫刺头男，两人就互起外号。不过猴子的称呼也不新鲜，毕竟本来就是 Monkey D 路飞。海上第5位皇帝，海贼圣经部主编摩根斯一手打造的轰动一时的称呼，非常个性的在于4皇毕竟有好几个，而5皇确实只有一个。太阳神尼卡，五老星公布尼卡果实的秘密后，路飞全新的逼格称呼。然后就是王路飞，海米对路飞的称呼不仅是叫起来朗朗上口，还非常有梗，所以以上那些都弱爆了，而王路飞感觉才是有史以来最个性的称呼。
弗兰奇身上的那些酷炫科技。作为草帽团钢铁侠，弗兰奇一直在追求男人的浪漫，不过只有浪漫还不算是真男人，浪漫加变态才是真男人，所以弗兰奇总少不了一些变态科技。弗兰奇无敌这个技能发动方式非常简单，弗兰奇直接躺在地上就可以了。至于说为什么这样弗兰奇就无敌了，弗兰奇自我改造的时候不好改造后背，其背部保持着肉身，所以只要正面朝向敌人，那弗兰奇就是刀枪不入，堪称无敌。弗兰奇人马，弗兰奇最为经典的一个技能，每次施展都会惊呆众人，因为说是人马，但看起来非常奇怪。没错，他这人马还装反了，而且看到这一幕，严重怀疑弗兰奇还有没有他的那个工具，或者他的工具也是改造成了机械的。别看弗兰奇人马这一招看起来作用很小，实际上呢用处也不大，主要是用前面的2条腿锁住敌人，发动近距离攻击，当然还是有点用的。弗兰奇在海上列车上就用这招沙雕技能锁住了 CP9 的一个实习生内罗，将其击败。弗兰奇风来喷射，风来炮有不同的版本，有桑尼号上的，有弗兰奇手臂上的，而这一版本的风来喷射是从弗兰奇屁股里发动的，也就是 P， 这个是2年前后都保留的技能，其功能除了用于突进和飞行，甚至还能借力给别人，这一招还是非常好用的，甚至比月步和恶魔果实还好用。即便是弗兰奇的手脚都被捆住，也能发动这招用来逃脱困境。发动一次需要耗费1瓶可乐，再加上本质上是 P， 所以是一种可乐味的 P。弗兰奇乳头灯，此为2年后全新的变态技能。当时弗兰奇表示自己有会发光的科技，乔巴和乌索普都非常期待，以为是眼睛，结果就是弗兰奇把自己的奶头改造成了探照灯，这个也能当做信号灯，但需要用那双小手去盖住灯光制造信号，因为过于变态被乌索普狠狠地吐槽了。在对战塞纽尔的时候，弗兰奇用出了一招乳头灯特别版，似乎是乳头灯的加强版，但具体威力和实际用处不明，因为当时弗兰奇和塞纽尔明明都戴着墨镜，可能是弗兰奇只是想比一下谁更加的变态。当然在左屋的时候，这一招也能吸引有攻击性的昆虫聚集，然后将其团灭，虽然变态，但有时候还真的有用呢。弗兰奇毁灭炮，双肩会凸出来发射炮弹，但是每次用的时候肩膀就会脱臼，所以弗兰奇也很讨厌用这一招。因为双肩高耸的缘故，所以弗兰奇的衣服也会浅浅的退下来，给人一种非常性感的感觉。当然这种性感在弗兰奇身上就是变态。不过当弗兰奇介绍这个技能有追踪功能的时候，乔巴还是非常期待了一下，但结果实际上并不是发射的炮弹去追踪，而是弗兰奇一边追着敌人一边发动攻击的真追踪。弗兰奇三角折刀，变态的技能除了玩弄身体，还有就是关于毛发的技能。弗兰奇这个技能就是把自己两边的鬓角发射出去，其锋利程度可以直接切入墙里，发射出去也不用捡回来，弗兰奇的鬓角还可以再生。作为改造人，弗兰奇需要储备能源，而他的肚子是个小冰箱，也是个能源库，里面储存的可乐既可以当做能源，想喝的话也可以直接喝。不过比较搞的是，弗兰奇换上不同的饮料会变换不同的形态，比如换上蔬菜汁会发动新鲜美味蔬菜拳，但是弗兰奇是喝可乐的，这种太健康的东西和弗兰奇有冲突，所以导致弗兰奇毫无战斗力。如果换上乌龙茶的话，弗兰奇又会变成心如止水讨厌争斗的田园居士，换上红茶的话，弗兰奇又会变成人类高质量男性彬彬有礼的绅士，而且居然对自己的经典姿势无动于衷，并嘲讽不害臊嘛。当然不同的饮料不同的效果也会产生不同的发型，没有能量的时候是非主流，蔬菜汁的时候是番茄头，乌龙茶是羹爬头，红茶是油头。另外弗兰奇光是发型就40多种可以变态，所以不光是变态的技能，总能变换出意想不到的形态，也是弗兰奇变态的一种。每次更新赏金后，草帽一伙各自的心理状态。每次更新悬赏令后，草帽海贼团真的是几人欢喜几人愁。当然其实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悬赏令的心态并不是没有变化的。首先赏金的概念在路飞的认知里就相当于是头上的经验条，这些数字就不断暴涨的经验值。首次悬赏3000万的时候，路飞就很开心，虽然这次只悬赏了路飞一人，但还有2个人对此反应强烈，乌索普和山治。其实乌索普很怕自己被悬赏，但这次很特别，他并没有自己的悬赏令，却在路飞的悬赏令上免费蹭了一个后脑勺，因此沾沾自喜。山治相反，因为乌索普的炫耀，山治自己又没有被悬赏而在生闷气。第二次阿拉巴斯坦，路飞1个亿，索隆6000万，这一次是在准备登空岛的时候，悬赏令信息是黑胡子展示给他们的。后知后觉，路飞一如既往的炸裂高兴，振臂欢呼，索隆也是非常开心，并说道才6000万贝利啊，还不够吧？看来索隆自信中还带点小不满意呢。山治觉得这次应该有自己了，让乌索普好好看看，结果这次依然没有，山治很失望。司法岛结束后，草帽一伙全员有了悬赏，这次就精彩多了。路飞飙到了3亿贝利，这一次路飞更加的开心。索隆1亿2000万，依然稳重自信的扬了扬下巴。罗宾8000万贝利，只涨了100万的罗宾对此可以说是毫无波澜。山治、娜美、乔巴他仨直接崩溃。首先山治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悬赏令7700万，可这并不是山治想要的。路飞还安慰山治，第一次拿到这个数的赏金已经很棒了。路飞不知，相比于赏金，山治更想要一张起码正常点的肖像，以至于不会沦为全世界 lady 的笑柄。娜美1600万，
作为胆小组的主力，显然他承受了他这个心态不能承受的压力。但是娜美的照片都是被当写真片拍的，照片好看也算是心理上的一点慰藉。乔巴50，就像乔巴吐槽的，我也像个勇敢的海贼一样去战斗了呀。确实，乔巴命都拼了，到头来连个棉花糖都换不了。乌索普当时不在场，但可以想象乌索普先是惊讶，然后就会长舒一口气，因为悬赏的是狙击王，关我乌索普什么事儿？再就是戴着面具，鼻子上缠着绷带，起码没有被通缉到真实长相。不过乌索普还是低估了自己鼻子的辨识度。弗兰奇4400万，弗兰奇当时不在场，不过他也属于喜欢涨价的狠人，在渔人岛霍迪琼斯展示了路飞顶上战争后4亿的悬赏令。显然霍迪的话路飞是一句没听进去，只是高兴自己的身价又涨了。得岛期间，因为乌索普的操作，明哥把巫神单拎出来悬赏5亿，直接是不光把乌索普吓傻，所有人都傻了。对于乌索普来说，越不想要的名气反而越能沾上。得岛结束后，由小迷弟公布大家的最新官方赏金，路飞5亿贝利，路飞一如既往的庆祝，索隆3亿2千万，索隆淡淡一笑问有酒吗？看来索隆对自己的赏金还比较满意。罗宾1亿3千万，罗宾倒是轻描淡写的调侃，讨厌涨了呢。其实罗宾的心态一直稳的一批。弗兰奇9400万，弗兰奇有点不高兴了，一是扫兴差一点就过亿了，二是吐槽照片居然是弗兰奇将军。乌索普2亿，乌索普对此依然是很矛盾的情绪。吓人的是赏金一下涨了这么多，居然还是正脸，但他其实很高兴，只是吐槽照片不是拍的特别好。这下倒是让弗兰奇的心态更不平衡了。山治、乔巴、娜美、布鲁克因为先去了佐屋，并没有给出反应，不过想必山治的心态会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他能猜到只许活捉里面的危险端倪。蛋糕岛之后，路飞和山治的赏金更新，不过最被搞了心态的是路飞，不再是一如既往的兴奋，因为少数了一个0，以为自己的赏金降了，差点丧失了对冒险的信心，就等于是辛辛苦苦练起来的号说封就被封了。还好船上有时数的，不过海军可是差一点就掌握了兵不血刃打败路飞的诀窍。山治的3亿3千万赏金，那必然是过年了。但是呢，好消息赏金比索隆高，坏消息名字前面加了文斯莫克，可以说是悲喜交加了。和之国结束也就最新版悬赏，路飞4皇加30亿的悬赏，这表情显然尼卡后遗症还没有消失。乔巴暴涨10倍，但他的心态很复杂，虽然涨幅最大，但总感觉和伙伴的差距越来越大。娜美这一次心态倒是不怕了，因为财迷的最高境界就连自己的赏金都眼馋，再涨的话怕是要去自首领钱了。布鲁克虽然年轻时就被悬赏了，但还没见过他的反应，看来他也对赏金上涨很高兴。弗兰奇的悬赏令第一次是自己，第二次是弗兰奇将军，勉强说得过去，这一次直接就是桑尼了。悬赏自己的悬赏令，赏着赏着自己人没了，弗兰奇心态濒临崩溃。乌索普这一次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涨的真的扛不住了。明哥版悬赏令已成现实。罗宾和索隆是从头到尾最稳的，罗宾是完全没有在关注自己的悬赏金，而是在专心为乔巴棉花糖。索隆稳重之余还不忘嘲讽山治，这下好了，7号之外又有了4号的外号。慎平除了有点懵逼，倒也很平静，毕竟元气无海。山治嘛，他的悬赏令真的是没有一次能让他好好高兴一次的。不过倒是期待这一次山治的照片有没有变，帅气一点的话，那兴许还能平衡一下心态。海贼王里那些大佬小时候的样子，海贼王里的一大特色就是很多大佬都有相当完整的人生经历和童年状态。首先罗杰海贼团里有2个小可爱，红太狼和巴基次郎，2位也是如今大海上响当当的4皇。巴基和小时候的变化不是很大，红发外在变化比较大，当年的他还没有后来的冷峻和霸气，更多的还是孩童时期的可爱单纯。罗杰团还有2个宠物，猫腹蛇和犬蓝，他俩如今虽然是佐屋的2位老大，当初被玉田救了的时候，差点和小时候的和松一起，他仨被人当怪物烧死，看起来也是挺可怜的。后来跟随玉田从白团偷渡到罗杰团的时候，就大了许多了。白胡子海贼团，马尔科虽然是船医，但他小时候在画海图，看起来非常好学且全能。小时候的乔兹块头就很大了，经常在街上偷东西解决生存问题，别人还拿他没办法，因为他跑得太快了。这个在后来顶上战争中也有表现。双刀流剑士比斯塔从小开始练习剑术，练习的也是西洋刀，不过那会儿还是1刀流。乙藏出生在舞蹈世家，家道中落后，只能和弟弟菊之城在大街上跳舞维持生计，忍受过许多冷眼。出生在混乱国度的白胡子，小时候已经是孩子王了，靠着体魄和实力缴获了许多武器、财宝，甚至还有玩具。唐吉诃德家族，明哥团的人大多童年时期都挺惨的，明哥自己不用多说，这里面大多数人脸上都挂着彩，不是刚揍了别人，就是刚被别人揍了。尤其是乔拉，看着就能联想到一个从小热爱画画的孩子，逐渐被现实打败，无奈去当海贼的辛酸故事。猿王下七乌海，小时候的慎平就已经开始刻苦练习渔人空手道了。慎平也是渔人街混出来的，经常是遍体鳞伤。鹰眼也是自幼练习剑术，那时就已经拥有樱木般锐利的眼神。莫利亚小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僵尸玩偶，并且开心地将其肢解，看来莫利亚这个恶趣味打小就有。女帝小时候显得有些呆呆的可爱，颜值方面也从小底子就可以。老沙是这里面打扮的最板正的，而且小时候的老沙长相很清秀，说老沙是女儿身也不是不敢相信。熊小时候手里的书还不是圣经，而是一本单词本，
砍柴的路上也不忘看书。明哥小时候就已经展露放荡不羁的气质了，这一看大概就是刚刚查价回来。小时候的黑胡子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什么委屈，不过他确实拥有不用睡觉的神奇体质。超新星小时候表现出来的特质，几乎也就是他们今后的走向了。阿普音乐家，罗医生，基拉喜欢吃意大利面，德雷克的父亲是一名原海军，贝基的黑帮爱好，霍半仙的塔罗牌，波妮从小就能吃，基德的机械玩具，沃尔基留着和尚头。海军本部，路飞的气质无疑就继承了爷爷卡普。小时候的卡普一手拿铁管，一手扛宝箱，骑着一只老虎，他俩头上还各有一个包。战国小时候好像就有了统帅气质，从小就是爆炸头，显得非常老成。然后三大将，黄猿从小看起来就是个乐天派，但他非常好学，是个学霸，后来担任了海军科学部队统帅。赤犬戴着正义的帽子，拿着刀，似乎刚经历过战斗，小时候应该就对海贼苦大仇深了。青雉也非常落魄，小年纪就背起了行囊，拿着酒到处流浪了。莫利亚海贼团，霍古巴克也是从小就展现了医学上的天赋。阿布萨罗姆小时候非常瘦弱，想要变成像狮子一样强壮，结果后来他就变成了强壮的缝合怪。辛朵利生前是一个舞台明星，看来他很小的时候就在舞台上表演了。佩罗娜小时候也是非常可爱，那会儿的库马西还是只真正的活的宠物。草帽大船团，这里面最搞笑的就是巴托洛米奥，他小时候好傻，不过巴托手里拿着一个中奖的签儿，原来他从小的运气就爆棚。然后就是熟悉的草帽海贼团，在一张大彩页上有过草帽团成员和自己小时候的对比，很特别，里面的他们自然也是非常可爱。不过小时候最可爱的感觉是罗宾，安静机灵懂事儿，还有点呆呆的，所以海贼王里对很多人的童年进行补充，堪比强迫症一样的存在。但看习惯了他们长大的模样，这种小补充也挺有意思的。草帽团潮男布鲁克的那些经典装扮，以布鲁克的身体条件，其实他穿不穿衣服都无所谓，即便他穿得很露骨也没事儿。但布鲁克恰恰穿的还越来越时髦了。初登场的布鲁克穿着一身稍显破旧的礼服，一开口就知道是老绅士了。布鲁克加入草帽团较晚，所以2年前的这段时间，主线剧情里就这一套衣服。2年期间，布鲁克成了名扬四海的音乐家，别人都在各地修炼，只有布鲁克在各地开巡回演唱会。长手族的人给他们的摇钱树打扮了一下，大皇冠、小墨镜，上身礼服毛领，下身大花裤子、尖头皮鞋，是很风骚的穿搭了。这算是布鲁克2年后最经典的穿搭。穿了很久，直到庞克哈萨德最后和去德岛的途中，布鲁克换了一件蓝色长款冬装。又瘦又高的布鲁克穿这种长款衣服还是更好看一些的。作为德雷斯罗萨首传组的一员，休整期间，布鲁克换了身酒红色长款大衣，一条带条纹的黄裤子，还有那总少不了的绅士领巾。2年后的布鲁克更喜欢穿颜色很鲜艳、风格很骚气的衣服，中途还被乔拉的艺术果实给变抽象了。去佐屋期间，布鲁克穿了身粉红印花衬衫，还有红黄条纹的裤子。作为毛皮族的恩人，也是被赠予了一件外套，只不过布鲁克这个看起来很破。后来知道这都是被犬蓝那边的狗类毛皮族给咬的，毕竟布鲁克太招狗类毛皮族的喜爱了。下象时，布鲁克终于换了身款式一样的黑色新外套，又戴上了他的礼帽，时尚又不失绅士，趴地上就要看雷九的胖次。到了万国，布鲁克从花里胡哨也换上了当地的特色穿搭，对战大妈的时候，这一身的战损版布鲁克也是非常帅气的。虽然布鲁克顶撞大妈，不过大妈还是很喜欢布鲁克这种奇珍异兽的，并且把他的外套给脱了。原来布鲁克也是穿内衣的，而且款式依旧很骚气。然后大妈就把布鲁克包成了一个晴天娃娃，一起睡了。之后一伙人重整旗鼓，沐浴更衣后，布鲁克换了一身比较低调的穿搭，在茶话会上冒充路飞，趁机敲碎了修女的照片。在去和之国的途中，布鲁克换了2套衣服，一套是紫色衬衫黑裤子，一套是白色花式门襟衬衫酒红色裤子。不过随后警卫们给大家变了装，一身惨白，好像还被人射了几箭就算了，头顶上还套了个裤衩子，绅士到极致就是本色。一伙人准备进攻鬼岛前，路飞乔巴布鲁克换上了武士装扮，然后被罗宾夸赞很可爱，说非常像3只虫子。之后布鲁克换了身黑白无常长款外套，再加上警卫们又给变了个披风和避雷针出来。布鲁克问罗宾这回怎么样，罗宾说一般吧，这次是连吐槽都懒得吐槽了。黑白无常一直穿到鬼岛大战结束，中间的那一波冰上滑步搞得非常帅。开宴会的时候，布鲁克换了身正常的和服，在人群中奏乐。去弹尖岛的途中，布鲁克变回了平时的穿搭风格，先是一件短袖 T 恤，穿回了花裤子。天气变冷后，换了一件连帽冬装，结果一伙人掉海里去了，还是索隆拽着布鲁克的头发把他捞上来的。到达之后，布鲁克穿了一件满是斑点印花的上衣，然后和索隆一起换上了未来岛的装扮。布鲁克一头优秀的爆炸头上还戴了个大头盔。布鲁克一进来就感叹这里太酷了，充斥着未来的元素。可不是嘛，如果说愚人岛是山治的天堂，那这里就是布鲁克的天堂，毕竟这里流行下半身只穿裤衩子。在剧场版里，布鲁克的穿搭更加哇塞，可以说每一件都在意料之外。强者世界里绑了个头带，戴着手环，非常的嬉皮士。在整根小烟一抽，衣服上印有喜卡巴内尸体的字样。Z 里面把爆炸头染成了粉红色，和弗兰奇搞了个情侣发型发色，戴了一顶猫造型的帽子，一身的休闲穿搭。黄金城里一开始的风格还挺帅的，先是一身休闲装，还戴了鹿角，
然后是很气质的晚礼服，但是后来就越来越离谱，在换装游戏的时候换了条很夸张的裙子。执行任务乔装打扮的过程中，布鲁克先是扮成了个小丑，然后一伙人打劫了天龙人的衣服。看到布鲁克的这套穿搭后，我直接痴呆了，不忍直视，简直是绝了。狂热行动里先是把头发染成了3种颜色，粉红色裤子，蓝色条纹 T 恤，上面印有夏天的尸体字样，之后换回了绅士风格的装扮，但总感觉布鲁克有一种老管家的气质。热爱剧场版里的布鲁克，开局卫衣短裤的穿搭非常时尚年轻，头发染成了黄色，戴着一顶心形图案的帽子，外面还套着卫衣帽，他的头发两边还留出来2团爆炸丸子头，衣服上有9的字样，布鲁克的代表数字，也代表草帽团的第9位成员。后来的战斗服和大家的风格一样，只不过依然是发型足够扎眼。虽然布鲁克90岁了，但打扮上还从没有输过年轻人。在这方面，布鲁克胆子大得很，毕竟没有什么是他不敢穿的。草帽一伙各自的最强状态。草帽海贼团其实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股不轻易外露的巨大潜能，只不过什么时候爆发，那就看特定的状态了。索隆残血的时候，索隆也是不残血不玩命的那种。阿拉巴斯坦对战梅斯特万，觉醒斩铁的力量；司法岛对战卡库，觉醒9刀流。2年前的索隆血条没满过，2年后的索隆血条没掉过，所以在鬼岛之前尚不清楚索隆的上限。到了鬼岛，索隆为了保护船长，先是有了9刀流新招式砍伤凯多，之后从绷带里破茧而出，上演王者归来，用新招式打败晋。所以当索隆还剩一丝血皮的时候，不管是战斗还是意志都会强到离谱。山治听到女人呼救的时候，对索隆来说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但对山治来说女人会给他加满 buff， 让他拥有堪比聆听万物之声的能力，然后随叫随到去保护他们，但敌人必须得是个男的。还有就是提到吉尔玛的时候，作为山治的逆鳞，谁提他们跟谁急。正巧奎因是既欺负女人又提吉尔玛，双重 buff， 气得山治眉毛都歪了，直接激发出山治最强的状态。山治的每一腿都是满满的情绪，速战速决了这场战斗。路飞吃饱的时候，吃饱后的路飞等于是满血复活，所以在鬼岛，路飞中途吃空了卡里布的仓库，回头没多久就果实觉醒了，这一顿饭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他甚至靠保护状态都能开发出一种新的形态，只不过就是差点被撑死。还有被塞进影子时候的路飞，在果实正统的形态之外，梦魇路飞就是个 bug 一样的存在。感觉梦魇路飞比后来的4档路飞都屌，因为他足够全能，上限够高，力量大幅增强了，也会玩刀了，看起来没有那么白痴了，直接把大奥兹当玩具。这还只是白影路飞，如果是千影路飞就不敢想象了。而且橡胶体质也不容易像莫利亚一样被随随便便给撑爆。当然莫利亚现在还在主线剧情中，不知道还会不会看到超级梦魇路飞。乌索普时间所剩无几的时候，索隆是不残血不会玩，乌索普是不到最后时刻不会玩，要给大神一种时间紧迫感，他才给你上操作。阿拉巴斯坦、司法岛、恐怖3N帆船，尤其是德岛，基本都是这样。所以绝境之王乌索普这个称号可不是白来的。乔巴被叫狸猫的时候，宠物狸猫买不起棉花糖的赏金，一直以来这些标签对乔巴伤害太深了。乔巴可是一个勇敢的海贼，所以在鬼岛，乔巴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筒奎因，赏了13亿的大看板，一个大逼斗。奎因是干啥啥不行，搞笑踩雷第1名。还有就是被当储备粮的时候，基本就是路飞和乌索普他俩人在搞，这个自然就是出于求生本能。乔巴会化身乔胡子，一拳一个神。娜美生气的时候，这个生气不只是在关于钱的任何问题上，还有看到别人欺负小孩子的时候，还有一伙人胡作的时候。在这种时刻，什么太阳神、乔胡子、阎王、魔神、铁人、逆境之王、灵魂之王什么的，再也支棱不起来了。草帽团征服世界，娜美征服草帽团，所以卡普人送外号小娜美。罗宾复仇的时候，平时罗宾看起来安静优雅，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那只是本性善良吧，但欺负他的话，那就直接变腹黑女神。在司法岛虽然被斯潘达姆蹂躏，在鬼岛虽然被黑色玛利亚拳击，但罗宾最后都完成了更凶残的复仇。在弗兰奇上船的时候，罗宾看似只是在捉弄弗兰奇，不过早在开局草帽一伙为乌索普挨打复仇弗兰奇的时候，当时罗宾不在场，此刻罗宾也有为乌索普还上一手的意思，毕竟罗宾是有仇必报的性格。弗兰奇跟人比硬的时候，路飞喜欢跟牛较劲，那变态硬汉弗兰奇就喜欢有挑战的战斗，打架方式也不是一般能模仿的，跟塞尼尔就是一人一拳一人一招不带躲的，谁先倒下为止。司法岛对战猫头鹰，你越用铁块我越兴奋，差不多就是这种。所以弗兰奇接手的战斗都是货真价实的硬仗。慎平保护队友的时候，作为海侠，侠义精神大过天地，早在还不是草帽团成员的时候，就在顶上战争全程保护路飞，后来成为伙伴后，又在万国保护桑尼号免遭更大的损伤，还顺带给大妈洗了个凉水澡。在和之国，虽然慎平没有遇到太有挑战性的战斗，不过护送路飞前往屋顶的任务也是光荣完成了，并且在其他战斗地点帮忙，很稳。布鲁克信号延迟的时候，布鲁克的信号一直都是个谜，他的伤害总会延迟几秒，当然90岁的老人迟缓一些也可以理解，不过只要看到布鲁克要把剑收回剑鞘的时候，那就知道这把稳了。所以在对付草帽团的时候，当敌人遇到了残血的索隆、吃饱的路飞，并且在山治面前欺负了罗宾，让娜美很生气，
慎平及时赶来支援，在决胜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还非要和弗兰奇比硬，挑衅乔巴狸猫。而一旁的布鲁克已经默默地再把剑往剑鞘里收了。这个时候，那敌人只能是自求多福了。海贼王最变态的是，越变态越有人爱。在海贼王里，变态不仅不是个贬义词，对极个别人来说，甚至还是一种捧杀。海贼里有很多开始看起来是个变态，当然也确实是，但后来觉得变不变态无所谓了。但本人真的很有魅力，讨人爱。海贼王里有这样一群新人类，也就是人妖了。小冯刚登场的时候，因为是第一个登场的人妖，当时疑惑海贼王里还有这节目，而且打扮得很怪异，除了有点自来熟，没觉得啥。不过打败老沙后，草帽一伙回到船上的时候，索隆让小冯往边上稍稍，小冯还很礼貌。再就是为了当初欢乐的友情，主动帮草帽团引开了海军。之后在推进城里和路飞重逢，如果没有小冯的话，别说路飞，整个越狱大队一个都跑不了。当然路飞也为小冯无意间觉醒过一次霸王色，可以说路飞也真的当小冯是伙伴了。小冯的运气也没有很差，不仅没有死，现在还在小伊万之前的地方过得很开心。说到小伊万，也是路飞的救命恩人。如果说小冯也就是身份奇葩了点，而小伊万是不仅人恶趣味，果实能力更恶趣味。不过后来觉得在可爱面前，变态好像都不是那么耀眼了。小伊万这个顶级社牛，不管在麦哲伦还是赤犬还是慎平这些大佬面前，都能不正经的耍宝，技能都特别沙雕，但好像非常实用。在推进城和另一个变态小萨蒂上演了一出变态之间的对决，一个擅长鞭打，一个擅长捆绑，史上最虐的打斗。那场面麦哲伦看了也是很沉默的。虽然这两人是货真价实的变态，但相比这个，感觉更多的是都很有趣。不过话说，革命军的变态真的很多，除了小伊万和他卡马巴卡那帮手下，北军军长乌鸦他是怎么做到看起来既变态又很帅的？东军军长贝洛贝蒂上半身好像没穿，下半身我猜也是对称的。南军军长一直会玩高科技的狸猫，还有四大军队长的手下看起来也不是正常人。当然这些可以勉强不算，但西军军长莫里好像真的是个变态，长相身材都非常魁梧，但是下半身穿了超短裙和泡泡袜是什么鬼？这种变态程度就好像是凯多穿了身 JK， 而且还会妖娆的舞裙子的那种。莫里的说话方式还有伙伴对他的调侃都非常耐人寻味。革命军汇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人，卡普和路飞身边好像都是这种人，所以严重怀疑龙的真实性格也逃不出家族 buff。海贼王里经常会出现一对高度相似的对手的对决，当然也包括变态。如果说小萨蒂和小伊万是一对变态女的互相折磨，那弗兰奇和塞纽尔就是一对变态男的浪漫。不怕变态多变态，就怕变态懂浪漫。其实第一次看到塞纽尔登场的时候，没想到他是真人真事儿，只是根据以往的规律，见怪不怪的把他归类到了海贼王里变态中的一员。何况弗兰奇第一次见塞纽尔的时候就称呼他是变态，官方认证了属于是。不过后来都知道了，说塞纽尔是海贼王里最深情的男人不过分吧。他和弗兰奇的对决中也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招式，但是看得很爽。最后呢，一个喝可乐的人答应愿意陪你喝酒，属于是两个变态真男人的相惜和共情了。所以都说尾田不懂海贼王，但是真懂男人的浪漫。现在来看，里面的变态都各有魅力，他也是很懂变态的。海贼王中开始觉得厉害，后面可有可无的设定。海贼王中有很多贯穿始终的设定，也有慢慢淡出视线的有趣设计。有这么几个设定，终究是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海贼猎人，这个可以说是现在几乎绝迹的职业，要不是索隆至今还挂着这么一个绰号，都快忘了。早期海贼猎人出现的还很频繁，除了索隆，还有刀神剑圣。老沙本身就是海贼猎人公司，专门在伟大航路钓鱼执法，换取赏金，制造跳舞粉。在阿拉巴斯坦还出现了东海西海俩海贼猎人之间的对决，而且收藏悬赏令抓海贼这事儿，道理上就是海贼猎人该干的事儿。不过后来海贼猎人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到了德岛参加竞技场的那些海贼猎人，一个比一个菜，全是酱油角色。到此海贼猎人也算是退出了海贼王的舞台了，倒是出现了以十字工会为首的海军猎人组织。宝箱等级，在巴基拿到4分5裂果实的时候，得知价值1亿贝利，曾明确提到过 A 级宝箱的概念。如果早期设定里真的有这个概念，宝箱像是爆装备一样划分价值等级，那这个设定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毕竟海贼不为了找宝藏爆装备，还当什么海贼？不过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宝藏的等级划分，但还是有像约翰宝藏这种传说级宝藏的存在。5种飞行能力，这个概念是在阿拉巴斯坦贝尔展示鸟鸟果实损形态的时候提出来的，但也仅此而已。直到现在5种飞行能力怎么划分的，就像是消失的阿金一样，再也没提过。因为现在能飞的人实在太多了，不光是鸟鸟果实系列，自然系能力者也有很多会飞的。超人系的像明哥、罗宾都可以通过特殊能力飞行，没有果实能力的也可以学习跃步。科技大佬通过科技飞行，很难明确到底有几种飞行能力。以前觉得好像除了索隆，全世界都会飞，现在索隆也可以用剑气在空中移动了，所以5种飞行能力干脆就别提了。6式体术，6式刚出来的时候还觉得挺新鲜的，毕竟除了恶魔果实，又有一套新的战斗技巧了。但是好景不长，后来除了 T 和跃步这俩功能性比较好用的招式，其他的基本都可以被霸气完美取代或者超越了。即便还有用6式的 CP， 他们也得配合霸气一起使用。单纯的用铁块扛伤，这不纯纯的大冤种吗？
又或者是像卡普这种级别的人用六式才有明显的锦上添花的作用。但问题是卡普用不用六式都一样，所以六式现在的定位很尴尬很鸡肋，高手啥都会他用不着，新手成本高他不好用。福兹福开发的那些个花里胡哨的六式，指枪都崴断了，行了，歇会儿吧，好好用霸气打架，兴许还不会输得那么狼狈。倒立直现在来看，这个可以说是专门为 CP9 装备而生的，需要有个人来发动一个叫六式游记手合的招式，当沙包被人狂扁来测试对方的战斗力。目前只知道 CP9 的猫头鹰会，但他人现在去向不明，所以倒立直这个东西也就昙花一现了。而且像是霸气和果实能力，还有自身的坦度等综合实力是无法测出来的，倒立直展示的实力很单一。再有就是数值这个东西太容易通胀崩坏，会让整个战力系统早早垮掉，所以及时淘汰掉也很合理。能力克制，在没有霸气设定之前，针对一些能力者还是有一些克制设计的，比如水路飞可以打到老沙的实体，橡胶路飞可以打到艾尼路的实体，还有上下级果实设定，赤犬岩浆是艾斯稍稍的上级等等。但总感觉有些是经不起推敲的，这样会把果实的优劣上限直接定死了，不好收场。所以 SBS 里至今也就确定了4组上下级果实。还有就是也不能总得发现对方的弱点才能打败对手，因为有些人他的确没有弱点。路飞打凯多总不能靠挠凯多的痒痒肉获胜吧，毕竟热血漫永恒不变的是成长，所以后续有了霸气和果实觉醒的设定，你强我比你更强，要比各种草率的克制好很多。当然这也是海贼王很牛逼的地方，当很多陈旧的设定不再符合时代的标准后，总会有一个可以合理平替的新设定出现，这些设定往往会伴随着更强的对手一起登场，所以也完全不觉得出戏了。卡普一拳这4个人最高兴，卡普用一拳定义了什么叫做活着的传说，不过这倒无所谓，卡普的实力不需要证明，但是卡普这一拳倒是给这几个人的含金量证了名。首先就是给马尔科的不死鸟证明，小马哥说顶上战争这老头跳起来就给了我一拳，后面就缠了点绷带，被人说了几百集，现在知道谁是真正的不死鸟了。所以马尔科也许不是最强的黄腹，但一定是最抗揍的黄腹。以前是小马你行不行啊，上来一下就要倒，现在是马哥身体就是好。小马哥表示，要问我跟大将有多少差距，我顶上战争能扛卡普一招，后来青雉也就能扛卡普一招，4舍5入没差。原大将青雉作为卡普的大弟子，被打得跟亲孙子似的，那卡普的爷爷果实他打谁都像打孙子，我缠2圈绷带没毛病吧。但是不死鸟之所以是不死鸟，顶上战争打完，马尔科说自己除了有点脑震荡和落枕，皮外伤全好了。等会儿你看看青雉爬上来，他脸花不花就完了。第二就是给青椒大海贼身份证明，青椒也是旧时代的残党，30年前赏金5.42亿，而且拥有3色霸气，但是起初并不觉得青椒有什么大海贼的气势。不过现在一想，能轮得到卡普或者战国这等人亲自出手或者督战的海贼，那得是什么级别？罗杰、白胡子、金狮子、巴雷特以及现在的黑胡子团，青椒当年有这个待遇，确实也得算大海贼行列。主要是卡普在战前还专门练平了几座大山，这事儿青椒能吹一辈子。至于后来青椒的头又被路飞给打回来了，可以理解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第三，为卡普自己顶上战争的狠话证明，当时卡普说自己会忍不住杀了萨卡斯基，所以这件事儿现在最高兴的人应该是赤犬，而且是劫后余生捡回一条命的那种窃喜。赤犬不光得是给再生父母战国转个大红包，高低还得给战国磕一个，毕竟青雉赤犬大战10天将将分出胜负，结果卡普热了个身，1秒解决青雉。不知道赤犬得知蜂巢岛的战况后，会不会有一种想连夜卷铺盖的想法？就当时顶上战争那种情况，把赤犬海底落下的就不是白胡子了，而是卡普，而且是追着锤到死的那种。第四就是给斧皇蒙卡，目前为止海贼王里最强战力证明，不管卡普追着罗杰跑，还是一招秒掉袁大将，斧皇表示就这老头别开玩笑了，他会打架吗？你看他当年不是我一斧子的事儿吗？因为斧皇蒙卡自知自己的实力太强，会抬崩海贼王的战力系统，所以就早早下线归隐山林了。要说斧皇的真实实力，卡普打洛克斯的时候也没流这么多血，没开这么大口子，所以斧皇这一斧子秒杀洛克斯不过分吧。最后又想起了卡普对艾斯、路飞的心里话，如果你们成为优秀的海军，爷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保护你们了。卡普确实也可以做到，但是最搞的是卡普真的想说，家人们谁懂啊，我培养了5个精英，4个不是海贼就是革命军，还有1个被你们抓了，这能不急吗？不过说实话，海军现在这半死不活的样子，确实得需要一场这样的胜利，那终究还得是看英雄卡普。草帽一伙的真实性格，乌索普老嫂子说乌索普是老嫂子，不光是他跟船上所有人都能玩到一起去，还有他和娜美罗宾2个女生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既不会像索隆那样油盐不进，也不会像山治那样进得太多，非常会捕捉女生的心理，平时遇到什么事儿也是啰里吧嗦一套一套的。在第281集的片尾小剧场里，草帽一伙变成了大婶，只有乌索普大婶是最传神的，他那个一边聊天一边摆手的姿势，真的是和他老嫂子的性格极度匹配了。索隆大冤种，索隆有时候高冷，有时候机智，不过这都是表象。索隆最擅长一本正经的搞笑，因为索隆不仅能把别人带沟里，他也会被别人带坑里去。路飞乌索普找索隆玩捉迷藏，索隆嘴上说你们几岁了，
但是当乌索普用激将法击索隆的时候，索隆就被带沟里去了，被迫营业跟他俩在那儿追逐打闹。索隆表面上再怎么不食人间烟火，也掩盖不了他傻乎乎的本质。山治柠檬精，山治不愧是草帽团醋王，以前吧山治经常跟索隆攀比赏金，现在又多了一个让山治秒变柠檬精的慎平。一是慎平来了之后收获了娜美的热情拥抱，山治酸了；二是在鬼岛慎平占了山治的指挥权，山治酸了；三是最后慎平赏金还压了山治一头，山治酸完了。所以在弹尖岛，柠檬山治不惜祭出和小伊万同款的人妖拳法，也要怒踹慎平吃天使。以为山治仅仅是为了保护娜美吗？山治表示抢老子3号位置，早就想踹你了。路飞小屁孩，不管路飞外表如何成熟，内心依然是个孩子。从小到大，路飞很多地方都变过，就是爱撒娇这一点没变。不过路飞身边既有宠他的男人，也有宠他的女人，能让他开开心心当一辈子孩子。罗宾腹黑姐姐，表面上罗宾温柔知性，善解人意，真的是完美姐姐类型。但是当罗宾想搞你的时候，那也绝对不会嘴软手软。首先就在合适的时候，一本正经的说出非常血腥恐怖的话，不会咒死人，那也会把人吓得够呛。罗宾下手也是非常狠的，一面温柔体贴，一面又很会欺负人，这大概就是罗宾了。另外，罗宾有时候的审美也很奇特，他会对他喜欢的生物说很多次卡哇伊。罗宾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这种莫名其妙吧。娜美野蛮甜妹，娜美有脾气是真有脾气，不过这种强势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谁内心还没有个甜妹心呢？娜美为了友情可以分享，甚至放弃财宝，为了友情也可以掩盖自己的伤疤。不过当娜美抱住路飞的时候，突然感觉娜美平时伪装的太过入戏，她好像也忘了自己有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个值得依靠的人。乔巴宠物，虽然乔巴很想成为一名勇敢的海贼，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不过乔巴真正的性格其实还是只宠物，乔巴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就是只宠物。乔巴单纯，比路飞还单纯，极度好骗，内心非常渴望伙伴们的需要。但是路飞、乌索普这俩坏蛋，除了会把乔巴当鱼饵或者储备粮，不会干别的。只有这种时候，还有自己被当成狸猫的时候，乔巴才会变成乔胡子。弗兰奇，变态真男人。弗兰奇里里外外都是个变态，好像都不需要解释。不过弗兰奇身上除了有男人的浪漫，也有真男人的意志。在和塞纽尔进行了男人的对决中，两人默契的互不躲闪，拳拳到肉。塞纽尔在使用必杀技未能击败弗兰奇后，便坦然认输，站立接招。弗兰奇将其击败后，也是帮塞纽尔抹去了眼泪，说以后有机会再喝酒叙旧。弗兰奇的变态本来就已经很耀眼了，但是更熠熠生辉的是他俩之间的承诺和共情。布鲁克老顽童，作为草帽团里最年长的，本以为草帽团里多了个爷爷，实际上又多了一个儿童，一把老骨头了，但身手挺灵活，还有很多奇特方便的小技能，甚至有时候带点不正经的猥琐。毕竟能和路飞有共同语言并加密通话的人，能老到哪儿去呢？慎平老实鱼，慎平的各种资历可以说是草帽团里最雄厚的了。以前还疑惑慎平的老大架子能不能融入草帽团，不过实际上慎平的老实呆萌的性格，顶上战争的时候就有点暴露了。而且慎平的反射弧有点长，很多事情上来他会很懵逼，遇到伙伴吐槽自己的时候也不会顶嘴。在山治因为慎平赏金高过自己而变成柠檬精的时候，慎平还问索隆：“哎，怎么事儿？山治这咋啦？”慎平是真不知道，但显然这对山治的侮辱性更强了，就比较搞笑。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端着的性格，但当真的遇到值得信任、无敌可靠的伙伴的时候，大家真实的性格自然而然就毫无保留的流露出来了。海贼王里一招秒的价值，既然把枪口对准别人，那就做好觉悟吧。有些人出手既是开始也是结束。路飞2次秒贝拉米，第一次在魔古镇先让对方尽情的花里胡哨，然后一拳放倒，安静了，舒服了，1亿贝利的大佬看清楚了，当时贝拉米悬赏5500万。第2次德岛，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贝拉米已经成长为了路飞后1年的超新星，和巴托洛米奥是同一届，不过依然是被路飞一拳秒的命运。此时贝拉米悬赏1.95亿。明哥秒四魔格，动漫里还算给烟鬼留了点面子，让他和明哥 battle 了几招。其实明哥一招之后直接就起脸了。冰火岛时期罗的赏金是4.4亿，直白点说，斯摩格远远不到这个水平。慎平秒莫利亚，顶上战争吸了影子的莫利亚被慎平一招焦瓦正拳给打吐白眼了，当时只有一句感叹：同是七武海，这也太菜了，怪不得战后吴老先要除了他。莫利亚在老七武海里赏金还算比较靠前的，有3.2亿，后面慎平又让鹰眼给秒了。这个是动漫魔改，他俩就没交过手，不然感觉鹰眼用小刀就能秒莫利亚了，真惨。不过看鹰眼现在4皇水准的赏金，小刀秒莫利亚好像也没毛病。路飞秒和平主义者，2年前超新星打这玩意儿无比狼狈，只单挑谁都打不过，路飞索隆山治联手都不能完全干掉一台。2年后路飞秒他只需要1拳，这一拳的价值能秒2年前任何一个超新星，包括路飞自己。麦哲伦秒黑胡子右团，推进城里一招毒龙把黑团给制住了。黑胡子此前用暗暗果实吞噬过毒墙，这里他并没有给自己解毒，是不能还是不想呢？还是被毒麻了？之后溪流带着解药来投诚了，因为黑胡子当时没有赏金，按照黑胡子对标艾斯，其他人按顶上战争后的赏金算，黑胡子右团大约是7.5亿的水准。黄猿秒超新星，
在香波地群岛收网阶段，黄猿先后秒掉沃尔基、阿普、德雷克、霍金斯和索隆5名超新星，总悬赏8.97亿，结果完事儿一个也没抓，也造就了黄猿工资到位、四皇踢废、大侄儿到位、明眼划水的经典。卡普秒马尔科，在70多岁老人家面前玩偷袭，可惜马尔科找错人了。卡普跳起来就是一拳，一拳撂倒后，小马哥就再也不敢走捷径了。当时马尔科被锤的脖子近乎是180度扭转。战后马尔科头上和脖子上的绷带怎么来的，也只有卡普打过他这里。马尔科赏金是13.74亿，顶上战争时期应该也大差不差。凯多秒路飞，5皇1棒在当时确实也算个黑历史了。谁让路飞拿铁头功硬拼雷鸣八卦来着？15亿被1棒秒杀，路飞当场就值了。但是海贼王里一大错觉就是路飞白眼了，白眼只会让路飞越来越强。罗杰秒光月玉田，虽然罗杰一招神臂秒玉田并不是秒到白眼一翻失去反抗能力的那种，罗杰给这位他心爱的武士留了点面子，高手过招，这样就算是分出胜负了。玉田在白胡子船上待了4年，也在白团这期间玉田有了悬赏，遇到罗杰的时候玉田的赏金还不到巅峰，应该在15到20亿左右吧。红发秒基德，这应该是迄今为止纸面价格最高最干脆的一场秒杀了。继2年期间断臂后，基德觉得自己又行了，新悬赏令还没顾得上多看2眼，红发继承着罗杰专用来秒人的神臂，一招到30亿的基德，体验到了世间的残酷，吓人。基德也是直接失去了意识了，不过比当时15亿的路飞还夸张，基德如今可是30亿，30亿确实水，但没有想到能这么拉，又或者说是红发太强了。上回是断一只胳膊，这回连船都给劈了，算是全军覆没。神臂在线，霸国在临。东丽和布洛基也说出了和当年红发相似的经典语录，既然把枪口对准别人的家乡，那就做好赌上命运的觉悟吧。草帽团非能力者适合吃哪些恶魔果实？恶魔果实吃下后可以让人立刻拥有相对应的神奇能力。草帽一伙现在有路飞、罗宾、乔巴、布鲁克4名能力者，那其他人又适合拥有哪种能力呢？弗兰奇、瓦布尔的吞吞果实，热爱合体和改造的弗兰奇就适合吃这种身为一个人太羞耻的果实。有了吞吞果实，弗兰奇真的就能实现草帽团巨型大皇帝的梦想了，集伙伴之所长，合体成一个人。这可是现在总悬赏大几十亿的超级战士，直接无敌。但是罗宾肯定会第3次拒绝。然后就是巴雷特的合体果实，合体果实可以将废品重新排列，组成新的武器。觉醒后可以在超大范围内制造武器和铠甲，并归于自身。血肉苦弱，机械飞升，非常贴合弗兰奇的追求。SBS 里给的是 Baby 5的武器果实，武器果实就比较直接了，全身上下都可以直接变成武器。乌索普，因为乌索普本身就有超远的见闻色和精准的狙击能力，所以拔果实和瞪果实其实对乌索普的加成不是很多。更适合乌索普的可以是邦迪沃尔德的默默果实。默默果实能让自己的移动速度大幅增加，走位风骚，也能将接触到的物体的速度、力量、体积、重量成倍增长，最高可达100倍。乌索普可以用于强化自己的各种弹药，比如可以吞掉一座岛的食人花，可以在8000步下的船，最难躲避的子弹，甚至是能吓死凯多的乌索普铁锤，很不错。SBS 里给的是白胡子海贼团6番队队长的口袋果实，简直就是哆啦 A 梦，适合乌索普放他的稀奇古怪的发明和弹药。娜美、德索罗的金果实，毕竟可以控制黄金，只要是看到的黄金，那都可以收为己有。除了这个，还有警卫门的夫妇果实，这样就不用跟人砍价买衣服了。娜美应该是很想拥有这样的能力。自然系果实也 OK， 配合娜美现有的宙斯，以及可以制造风雨雷云雪的天后棒。作为胆小组的一员，娜美待在后排也可以，适合贝洛贝蒂的鼓舞果实，在后方摇旗给路飞他们家全套增益 buff。SBS 里给的是艾尼路的响雷果实，还是术业有专攻嘛？响雷果实如果可以让娜美的雷电更厉害，那也不错。山治对恶魔果实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但宁愿永远不会游泳，他打小最想要的也是透明果实。另外，黄猿的闪闪果实，因为山治有恶魔风脚和魔神风脚，想变得更灵活，闪闪和光速踢是绝配。长面包的吃果实，这颗果实可以将世间万物变成食物。草帽团最大的开支应该就是伙食费了，能省下不少钱。主要是山治一天天给大家做吃的，路飞一天至少5顿，有了吃果实，山治至少能轻松点。SBS 里给的是塞鸟尔的游泳果实，给的理由依然是恶趣味。他可以在地面和墙上游泳，而且无视墙壁，用这个能力做不可描述的那些事儿。索隆呢？索隆已经向世界第一大剑豪更加迈进了一步，快斩果实完全不需要。索隆倒是适合门果实，本来想着索隆用门果实可以避免路痴，但是一想也不对，索隆有了门果实，怕是会越走越远。那样的话，索隆有了门果实，应该会很快找到拉夫德鲁。SBS 里给的是凯多的鱼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不过尾田表示，索隆的刀如果是吃的凯多的果实的话，那一定会酷到爆。一想索隆那刀的拟人化，还是算了，很惊喜，但应该不会很帅。慎平不需要吃果实，不然慎平变成杰克那样的不会游泳的躺平鱼人就尴尬了。还有就是留下慎平当捞尸人员，一个海流过肩摔全捞上来，效率拉满。所以 SBS 里也没有给慎平安排什么果实。不过话说回来，一些恶魔果实可以让他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有强化，
但相比这些强化，这几个人并没有这个意愿。索隆要靠自身努力，山治弗兰奇本身对恶魔果实没有兴趣，娜美乌索普也一直专注自己的技能。放在2年前吃果实还可以，不过他们现在靠自己的努力，一样可以变得比果实能力者更强了。外号王路飞能准确记住哪些人的名字？路飞是出了名的脸盲加记不住别人名字，这俩加一块那就是灾难级别的记忆力。所以路飞通常都是用特征、外号称呼见面次数不多的人，除了伙伴、朋友、亲人不算，路飞能记住哪些人的名字呢？1. 阿龙，经典的不许弄哭我的航海士，破墙而入，直接点名找阿龙，非常帅的一幕。アーロンってのはドイツだ。2. 克洛克达尔，路飞和老沙看来也是真爱了，从阿拉巴斯坦之后到推进城也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推进城和老沙再次邂逅，路飞不光是直接喊出了老沙的名字，在老沙从阴影里缓缓走出来的时候，路飞就隐约对上号是谁了。这跟罗宾不提波罗，路飞就想不起马尔科，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记忆力。看来路飞真的对老沙印象很深刻，毕竟当初也是能干掉路飞好几次的人。3. 艾尼路，当时艾尼路击伤了索隆罗宾，让路飞非常生气，愤怒的路飞就找到了艾尼路，因此路飞的记忆力也就又被激发了出来。4. 多弗朗明哥，在冰火岛的时候，路飞还未正式接触明哥，只是在顶上战争注意到过一下，所以最开始路飞称呼明哥为鸟男，之后路飞对明哥最常用的称呼就跟咱们一样，就是明哥。从路飞口中说出来还是蛮亲切的。后来再次一拳哄睡贝拉米，路飞愤怒地喊出了多弗朗明哥。5. 凯多，路飞对凯老师还是非常尊师重道的，从来没有喊错过凯多的名字。从冰火岛开始，路飞耳边就没断过凯多的名字。当时罗说到凯多有500能力者的时候，路飞突然就不困了，还露出了非常可爱好奇的表情。6. 凯撒，在蛋糕岛，路飞被击谈判的时候，路飞先是没用别人提醒就认出凯撒了，这相当不容易。众所周知，路飞当初连索隆山治都能认错，这里他居然认出了乔装后的凯撒。更单纯的乔巴还在懵逼地问凯撒在哪儿，只不过路飞也好骗，凯撒说自己叫瓦斯蒂诺，路飞就改口认错人了。7. 卡里布，并不是所有跟路飞做过敌人、伤害过路飞伙伴的人，路飞都记得他的名字，比如陆琪，直到现在路飞还叫他养鸽子的。不过卡里布和路飞的交情并不深，路飞在和之国竟然可以脱口而出卡里布的名字。8. 贝拉米，路飞和贝拉米2年未见，在德岛的时候路飞也能对上号，虽然一开始也是叫错了名字，管他叫马洛，贝拉米纠正之后，后来路飞就再也没叫错过。9. 基拉，在和之国之前，基拉和路飞并不熟，他们只是在2年前香波地群岛有过一面之缘，没说过话。可在和之国，基拉都变成那样了，基德只是喊了一声基拉，路飞秒认，还能对上号。此刻马尔科真的是哭晕了。除了这些，另外熟人里面也想说2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是波克穆斯，见过猫腹蛇老大后，路飞通常管波克穆斯叫波克腹蛇或者乌龟腹蛇。但是到路飞打完卡2后，波克穆斯精心伪装后来救路飞出去，自称是迷之穆斯的时候，路飞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能认出来了，还叫对了名字。还有就是汉库克，路飞刚开始管女帝叫汉默克或者是汉毛克，后来就再也没叫错过。总之，路飞对不太熟的人未必记不住他的名字，对熟人呢反而未必能记得住他的名字。这种脑回路是不是迷惑又可爱呢？海贼王里的那些机智暗号，海贼世界也有的是尔虞我诈，因此一些有趣的加密通话就出现了。这些暗号往往也非常有意思。草帽团的伙伴标记，这个办法最初是为了防止小冯利用魔方果实搞乱草帽团，并且他们在叉形标记外面又包了一圈绷带，做了一个2级防伪，后来也确实派上了用场。这个办法还是索隆想出来的，当时真的很惊讶，索隆也有如此机智的时候。最后草帽团离开的时候，为了不让海军认为薇薇公主是和海贼是一伙的，草帽团一言不发，纷纷朝薇薇亮出了这个伙伴标记，这也成了海贼王里面最经典的画面之一。关于这个标记，还有非常魔幻的一件事儿，就是身为海军的科比和德雷克为什么和草帽团这么暧昧。科比不用多说，德雷克呢，他在和之国和草帽团也并肩作战了。仔细一看，原来他俩也都有草帽团的这个伙伴标记，就他妈离谱。罗宾和乔巴的元素周期表，在和分槽头比赛的时候，波尔奇非常喜欢乔巴，把乔巴给整自闭了，乔巴就躲在了一个木桶里。罗宾来接乔巴的时候，先是有节奏的敲3下木桶，乔巴说请说暗号，然后罗宾说了一个元素周期表里的元素钠，乔巴就出来了。他俩是真有够可爱的，不得不说罗宾乔巴这俩看书最多的人，连暗号都设计的这么有文化吗？路飞和伙伴们的3 D 2 Y， 路飞第一次学着怂，就是在香波地群岛毫无胜算的时候，路飞让大家分散逃命，3天后再集合。不过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顶上战争后，路飞通过报纸向伙伴们传达集合时间由3天改成2年后，3D 被擦掉，跟了个2Y。罗宾看到后是直接秒懂，其他伙伴也很快就意会到了。只有索隆在佩罗娜的督促下，想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才领悟到，被雷利隔空吐槽。虽然3D 2Y 索隆是最后一个领悟的，但是2年后索隆是第一个到的，可以吹一辈子了。战国和克拉松的加密通话，克拉松作为战国在明哥集团的线人，两人在打电话的时候都要先对一下各自的代号。战国叫大仙贝，克拉松叫小米果，还怪可爱的，都是零食。仙贝和米果应该也是战国最喜欢的零食。智将警卫门的歪打正着，在和之国因为最初的暗号被泄露，警卫门拿到康佳设计的新暗号的时候，发现下面的蛇身上多了2笔，警卫门理解成了蛇变蜥蜴，认为集合地点改在了代表蜥蜴的长影港，因此连带卧底看侍郎也向大蛇传送了错误的情报。实际上除了警卫门，大部队都正确理解了暗号，多划的2笔其实是文字层面的删减，集合点是任务港附近的一片枫树林。但也正因为阴差阳错，警卫门把看侍郎和大蛇的伏兵引到了错误的集合地点，保全了大部队。之后传次郎执意认为锦大哥是故意解错暗号揪出内奸，其实警卫门是真的没看懂。在最强紧吹传次郎的赞美中，又一个吧唧诞生了。警卫门默默接受了自己是个智将的定位，虽然他本人还在懵逼状态中。因为暗号这种东西不光是有非常奇特的含义，最有意思的就是像警卫门这种蒙古人如何去理解，不管怎么去解读，或许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